常言道啊，趕時間就冇搭巴士咧。咁講到巴士咧就好慢，不過其實巴士營運都可以好快㗎喎。今日我哋就嚟睇一睇快速巴士系統 BRT 啦。大家好，運吉台長啊！喺香港咧好流行一個諗法，如果要有效率要快咧就搭地鐵，要舒服有位坐咧就搭巴士。今日説明咗香港嘅交通結構啦。咁鐵路雖然快啊，但係就好多時咧都好逼啦，要全程都企。咁至於巴士咧就會比較慢啦，咁要行嘅時間比較耐啦。1個鐘趕時間唔好搭巴士啊！巴士係慢㗎啦。不過就可以更加舒服咁有位咁一路坐住去。尤其是香港嘅雙層巴士啊，上層不准站立，咁就唔使煩惱要讓座嘅場景啦。咁而由於咧香港人多車又多，咁繁忙時間塞車啊家常便飯啦。咁所以巴士班次唔穩咧都好正常嘅。咁如果係住喺偏遠地區啦，咁搭巴士塞車返工遲到幾次之後，老闆就要同你講搭地鐵啦咁樣。咁以上長篇大論都係喺度強調緊香港嘅巴士好慢好趕客嘅啫。咁不過咧喺外地啊有一種叫巴士快速交通系統，簡稱 BRT， 就等啲巴士唔會再咁慢喎。咁所以今日就嚟介紹下呢個 BRT 系統。咁首先係介紹下佢嘅特點啦、好壞處啦，跟住就睇一睇啲例子啦，最後再分析下喺香港用唔用到 BRT 呢？ BRT 全名 Bus Rapid Transit， 中文全名就係巴士快速交通系統，或者叫做巴士捷運啦，或者係快速公交。咁就用一個巴士為基礎發展嘅大眾運輸系統，可以同時滿足到巴士嘅靈活度啦，同埋鐵路嘅高載客量啦，同埋佢頻密度。一個完整嘅 BRT 系統咧，大部分都需要符合一啲條件嘅，包括有專用行車線啦，即係獨立出嚟嘅行車線。咁就唔同其他道路使用者用同一條嘅路嘅，咁就係有獨立嘅一條馬路俾佢行嘅。咁第二個就係有路口優先權啦，咁 BRT 嘅車就可以比其他道路使用者更加高嘅優先權，就可以通過條馬路嘅。咁通常設計就係巴士到路口嘅時候，就要比較巴士過路口先啦，或者係延長綠燈啦、縮短紅燈啦咁嘅樣，就透過更改佢個交通燈嘅信號嚟令架巴士可以更加早離開路口。第三個就係 BRT 車站啦，個車入站嘅時候咧就係停喺專用嘅巴士站嘅月台上落客。咁同時車站咧都有收費系統啦，乘客就唔係喺巴士度俾錢嘅，就喺車站入邊就俾咗錢先，或者入閘先至上落車。咁所以車站大多數都係封閉式車站嘅，一次港鐵咁嘅樣，乘客就可以好似搭輕鐵咁樣喺月台入閘先啦，佢喺車到嘅時候上車，亦都喺每個站之間轉乘搭其他巴士，去咗去個目的地之後咧就出閘離開。咁另外 BRT 嘅巴士普遍咧都用緊掛接巴士行嘅，就第一架巴士嘅載客率得以提高。咁雖然大部分嘅 BRT 系統都有以上特徵，但係就唔係所有被稱為 BRT 嘅系統都有以上嘅設備嘅。有啲地方嘅 BRT 就冇專用行車線，亦都冇專用巴士站，就係喺營運嘅時候行得快啲嘅啫。咁藉以上呢幾點啊，我諗大家都估到呢個系統有啲咩優點缺點啦。嗱，不過我都再講多次下。嗱，首先啦，好當然咁啊，由於 BRT 喺獨立嘅道路上面行駛啊，咁所以就算馬路本身塞緊車，咁 BRT 都可以避開就唔塞車。咁所以亦都可以令到 BRT 嘅巴士班次更加穩定，就唔俾外界嘅交通狀況所影響。BRT 巴士嘅班次通常比較頻密，咁就方便乘客，咁就等佢哋候車時間比較短，好似地鐵咁樣可以好快上到車。咁由於車站就採用入站先處理付款啦，咁再加埋巴士通常有更加多嘅車門一齊上落客，咁所以停站時間咧就更加短，真正做到捷運化，同真正嘅有軌輕鐵咧差唔多噶啦。咁不過係因為實際上係巴士啊，咁路線可以隨時用巴士嘅方式延伸啦，就唔使特別再起咩 BRT 嘅設施。咁就等路線就係得一部分喺 BRT 路線中間去營運，就比有軌電車咧更加方便。咁甚至如果獨立路段啊，唔止單線啊，雙線嘅時候咧，喺後面嘅巴士完成上客咧，咁前面架巴士仲未完成嘅時候咧，可以直接爬頭超越前車繼續向前行，就唔使等前面架車走咗先繼續去啦。咁前面壞車嘅時候亦都可以選擇直接避開啦，咁就唔會癱瘓交通。咁 BRT 就有獨立嘅巴士站啦，咁呢啲站就要俾錢先，咁所以咧大部分設計成為一個封閉式嘅車站。咁月台通常都有安裝幕門嘅，咁巴士都要對準月台門先至上落客，咁所以乘客嘅搭車體驗就會更加舒服啦，更加安全。咁喺成本方面啊
BRT 嘅造價同鐵路系統比較咧，因為唔使起路軌啦，唔使起電力供應系統啦，造價大係輕軌嘅一半以下嘅啫。咁時間咧亦都只係輕軌嘅大1/5就起到出嚟啦。咁所以佢發展興建嘅速度快好多。咁睇嚟 BRT 嘅優點好多咁噃。咁不過啦，所有嘢包括呢個系統都會有缺點嘅。BRT 梗有缺點啦。咁首先就同重型鐵路比較啦，大部分嘅 BRT 都係 B 型嘅路權，咁通常都係設喺地面啦，同其他交通工具分享路面嘅空間。咁所以就喺規劃唔完全嘅情況之下，起 BRT 系統就可能令到當地交通咧就惡化，更加擠塞。咁如果改起新路啦，或者高架或者地底咧，就令到造價更加高啦。咁就會陷入呢個迷思，就係點解唔直接起地鐵呢？咁第二就係 BRT 嘅載客量啦，比重鐵甚至係輕鐵低嘅。咁所以咧喺交通需求高嘅地方啊，可能重鐵啦或者輕鐵係更加好嘅選項。咁如果夾硬改用呢個 BRT 啊，就可能令到架車廂會好逼啦，咁加車又可能導致 BRT 一齊塞埋車嘅情況。第三就係排放嘅問題啦，除咗電動巴士啊，其他大部分巴士都會排放溫室氣體啦，比起靠電力運作嘅輕鐵啦同埋重鐵更加唔環保，就污染入邊嘅空氣。喺規劃嘅時候啊，如果當地嘅客流量低咧，亦都可能會浪費資源。咁如果大多數人用私家車代步咧，咁就可能本身就係交通暢順嘅，起完之後反而令到附近塞車啦。咁最後就係當地道路使用者嘅道德問題啊，咁就係有啲地方嘅駕駛者咧，就係揸入呢個 BRT 線入邊咧，就避開塞車，咁就可能影響到 BRT 嘅運作。如果所有車都咁做咧，BRT 就得物無所用啦。咁雖然 BRT 都有唔同嘅問題啊，不過比起以前有介紹嘅其他技術設備啦，呢個都算係冇乜問題㗎啦。咁所以世界各地都有用緊呢個系統。咁既然係咁啊，不如我哋睇下世界各地唔同嘅 BRT 系統啦。嗱，一如以往咁啊，第一個例子當然係世界第一個 BRT 系統。咁其實係巴士專用線，就喺美國呢個羅德島普羅維登斯嘅東側一個無軌電車隧道。相信冇人想睇歷史，所以我就講而家嘅數據啦。嗱，截至2018年嘅維基數據，有166座城市有 BRT 系統啦。最主要用呢個 BRT 嘅就係南美洲啦，全世界有60%都喺嗰度用緊嘅。至於最大 BRT 路網咧，就喺印尼嘅而家嘅首都雅加達。咁中間插一個啦，西雅圖嘅前 BRT 系統係自己地底嘅。咁而家改做俾輕軌用啦，即係就之前拍嘅海灣輕軌。咁至於台灣咧就淨係得嘉義 BRT 啦，咁以前嘅台中 BRT 咧就拆咗做普通嘅巴士專用線。跟住就係中國大陸啦，好多城市都有 BRT 嘅。咁最近香港個 BRT 就係廣州同埋中山。講起中國大陸啊，我哋咁愛國啊，梗係要嚟説好中國故事啦。話説啊，佢哋研發咗啲好類似嘅智軌系統喎。智軌全稱咧就係智能軌道快運系統或者虛擬軌道交通。咁英文直譯咧就係自主軌道快速交通。簡單嚟講就係喺路面度畫條線啦，等架巴士透過呢個 sensor 咧就識別出佢條路線啦，跟住條線嚟行。咁技術上咧係同今日嘅主題係毫無關係嘅。不過呢個系統實際上除咗自動駕駛啦、電動巴士啦同埋畫路軌之外咧，其實係完全同 BRT 冇乜分別嘅。喺應用中嘅營運上面嘅安排都同而家 BRT 一樣。咁所以就可以好順便喺度介紹埋啦。咁只係前期工程貴少少，然之後無人駕駛嘅 BRT 啫。咁而家大陸營運緊嘅路線主要都係示範線啦，而且外國都有類似系統㗎啦。話說呢個叫 ART 啊，智軌即係 LT 啦，佢嘅效率可能比 BRT 高少少，因為佢有導向路軌，令到巴士轉彎更加穩定、更加快。詳細可以搜尋下導向巴士呢樣嘢啊。咁講完有智軌啦，咁我哋睇一睇香港有冇機會用 BRT 呢？我寫稿嘅時候未有㗎，但係呢，政府好似真係諗緊類似嘅嘢，都係做東九龍線。唔緊要啦，咁如果 BRT 係咁好嘅交通系統，點解香港而家我寫稿嘅嗰時係冇用到呢？又攞翻呢個每個空間載客量嘅表出嚟比較啦。輕鐵用嘅空間同單線 BRT 差唔多啦，又係一個方案啦，一條行車線啦，有個突出嚟嘅月台空間啦咁。不過輕鐵嘅載客量呢，比單線 BRT 多2000個乘客喎，一樣有空間可以多啲載客量，咁梗係優先揀輕鐵啦。咁至於雙線 BRT 雖然載客量更加高啊，但係佢所需嘅空間咧就多一條行車線，多一個方向，即係話所需嘅土地空間又多咗啦。喺香港呢個土地不足嘅城市，冇錯又係土地問題啊。
有空間就梗係起嘢㗎啦。加埋輕鐵本身已經俾港人特別係大西北嘅居民所詬病㗎啦，再推行 BRT 就難上加難啦。另外香港發展已經叫好完善啦，冇乜特別嘅新需求再起 BRT 啦。就算有啊，政府同市民都會傾向諗鐵路啦，而唔係用巴士為本嘅 BRT。咁所以 BRT 喺香港用嘅發展嘅可能性都好低。不過咁有夢最美，我哋幻想一下，如果香港要發展 BRT， 會喺邊度興建呢？呢個唔係講巴士專用線啊，所以咩普通嘅快速公路就唔睇啦，唔好留言咩屯門公路、咩觀塘繞道嗰啲啦嚇。根據以上條件啊，設 BRT 嘅馬路咧，最好就好多巴士線喺同一條路段啦。咁呢段路好多交通燈要停啦，而且行經呢條路嘅時候，好多巴士站要停啦。感覺最後出嚟嘅都唔係 BRT， 係巴士專線。咁我由此得出嚟結果就係彌敦道由尖沙咀去到界限街呢段，跟住就係長沙灣道由界限街去到美孚呢一段，跟住第三個就係窩打老道啦，同埋公主道，第四就係龍翔道啦，同埋觀塘道。最後就係港島北由堅尼地城到筲箕灣呢段嘅電車路，咁呢啲都係沿途有好多巴士站啦，同埋交通燈，亦都有好多巴士用嘅街道。咁將九龍區嘅主幹道由尖沙咀去到美孚強化為 BRT 道呢，就可以令到來往油尖旺至到新界西嘅巴士更加快啦。另外龍翔道同埋觀塘道呢，就係為咗等啲冇車用公共交通成世搭巴士嘅人可以放過觀塘過阿媽。咁至於窩打老道咧，就因為塞入去紅隧太耐啦，有 BRT 會快少少。雖然呢啲路段嘅巴士都唔係慢到頂唔順啦，不過有 BRT 點都會快啲嘅。跟住下一個問題啦，就係點樣設立呢個 BRT 啦？咁香港啲路十分之窄啦，要將3線嘅路改做2線加 BRT 線咧，再改埋交通燈俾巴士咧，應該都會容易令到附近交通更加差噶啦。咁所以咧就得翻地下化或者高架化嘅選擇。咁地下化彌敦道英皇道咧就地鐵站阻住。咁至於高架化咧，就可能阻住視線，不過要起咧應該都得嘅。咁聽落應該都冇乜可能，搞唔掂噶啦。咁起唔起咧，睇下政府肯唔肯啦，同埋市民嘅反應啦。不過市民應該肯唔過去噶啦。今日我哋介紹咗呢個 BRT 呢個系統啊。咁雖然香港睇嚟都有啲機會發展嘅，不過奈何咧，香港政府用鐵路為骨幹為交通大方向政策嚟講咧，巴士服務佢哋都唔一定落嚟發展啦。咁睇外國大多數 BRT 成功嘅地方，好多都係落後嘅地方。咁應該用雙線 BRT 啦，又唔係好多鐵路系統咁。咁所以咧，香港就算用到啊，都唔一定能夠成功啦。尤其是鐵路效率真係比較高。咁如果想體驗下 BRT 咧，睇嚟都去外國先至得㗎啦。咁最後想問下各位啊，如果香港發展計劃呢個 BRT，咁你會推薦邊度起呢？ A 彌敦道啊 ，B 長沙灣道啊 ，C 龍翔道加觀塘道啊 ，D 德輔道至呢個英皇道啊 ，E 不如起地鐵好啲啦嚇。咁仲有其他可以留言分享下啦，即係可以撳個讚啦，再訂閱啦，同埋留言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，拜拜。